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文。好妹，好，我们谁来了？今天邀请到一个房间的气氛有点诡异的多老师，有吗？很漂亮，好不好？很漂亮、很优美的房间哦。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多老师。多老师，大家好，这个老朋友了。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用再自我介绍了，同学们对多老师很熟悉。但是，我们三位大叔非常的好奇多老师的近况，所以把多老师邀请来跟我们报告一下，好不好？报告你的最近的近况，近况是怎么样？上次一别啊，距离现在也一段时间了。最近还在一样的地方吗？在做些什么事情？对，我现在还在一样的地方，我还在云南省大理市。对，我也是刚刚回来了20多天吧，因为我去了一趟泰国，去了1个多月，然后又回老家。过年虽然我们2次采访在同一个地方，但中间好像绕世界玩了一圈，很大的变化了。多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上次跟你聊过之后啊，一直到现在哦，那这个听说你又研发了新的教材，然后而且这一次的材料跟上一次的制作方式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们三位大叔特别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三位大叔也是汉语老师嘛，对这些材料的设计理念，还有你设计的样式，我们都很好奇哦。所以多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段时间做了什么，然后这些材料有什么特色？对，就最近就是疯狂的在工作，因为前面玩太多了，就是现在在补嘛。其实这2套课程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小短句，然后后面是我对这个短句里面涉及到的语法和生词的讲解，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作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但是教学法有一些不同，就是在初级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更多的英文来解释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到了一个中级，就是初中级这个水平的时候，不能再说那么多英文了，然后就想到了我之前在大学讲课的时候，我们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基本上我会把所有的问题问给学生，然后他们需要用目标的语法和词汇来回答。那既然是一个录播的课程，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学生在那真的现场回答，所以我就会预设一些 possible answers，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然后右面是一些他们可能会回答出来的这些句子。对，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会说比如说刚才看了一个小短剧，我就问他那这个人他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啦？然后他会有一个我会给他一个就是可能的答案。对，然后还会涉及到他问题一些他自己的事情，比如说，那你半夜会不会去吃东西？你会不会查食物的热量？就是这种，让他自己可以去回答。然后当然的答案就是我会或者我不会这种。就是你已经预设了一个语境，在这个语境下面，你已经预测出来这个可能的问题和回答，然后对然后看同学选择哪一个，或者是你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自己选择。对，我会给他们提供多种回答。其实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上课以前备课，就是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这些问题。准备问题的同时，还会思考学生会有哪些可能性的答案，我都会想出来。如果我发现，我这个问题好像学生回答不出来，那这就是一个废掉的问题，我就不能问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上课都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设计好的。对，都是跟那个语境相关的，你不可能在饭店你去这个去这个讨论，也不是啊。去干啥？算了，这段剪掉。你刚说什么？讲啥？我本来很期待笨叔要讲什么。今天笨叔你怎么有点像白月光？你的脸怎么这么白？今天对啊，今天大脑有点短路。继续。好，那多老师，其实这个材料我也蛮好奇的哦。你大概设计了哪些场景？比如说，因为好像听起来这个材料蛮重视语境的哦，所以你大概有设计哪些场景？可以先让想体验的同学先了解一下。那我在最初级就是那个 beginner 的课程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人物的，它就是如果是去打车，就是2个 random 的人去打车，随便的人打车，然后去饭店或者订餐就订位子等等，都是很随机的人。
那在这个初中级的课程呢，我设置了2个固定的主角，所以其实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这个2个人发生的。就是有一个女孩跟她的父母吵架，然后因为她的父母总是管她，所以她就想搬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会揭示一些就是亚洲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方式。对，比如说有宵禁啊，几点要回家，然后他和另外一个女孩合租。对，整个材料就是以环绕这2个主角一直延续下去。对对，就是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非常现实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去夜市，然后就大吃特吃，后来就撑到要想吐，然后第2天呢就开始拉肚子，2个人抢厕所，所以就是真的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对对，然后还有一职场上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对，职场上也是这2个主角环绕。对对，就是有一个人去上班，然后呢，他那天有点没精神，所以他有个同事就说：“哎，你看起来好像很累呀，你要不要回家休息啊？没关系，工作我帮你做。”然后他就去上厕所了，然后这个同事就去跟他老板说：“我觉得那个新来实习生非常不努力，下午2点钟就回家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他做这个新项目。”然后都被他听到了，然后他就说：“原来你是绿茶婊。”就介绍一下绿茶婊的意思，是不是？对对，就是再加上一些职场上的这种，就是这叫什么呀？职场社交吗？不是，这个词叫什么来着？职场就讲中文嘛，职场中文不是职场工作用的啦工作用的职场上的勾心斗角的这种事情，对对对，勾心斗角的东西勾心斗角，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就是感觉上哪里都有了，不只是中国，中国式的勾心斗角，对中国式的。你现在看起来很没有精神，你回家休息吧。太早了吧？没事儿。我帮你告诉老板头，新来的那个员工小美太不努力了，今天下午2点就回家了。哎，小美，你没回家啊？我去厕所了，然后我一直在听你说话。原来你是个绿茶or 绿茶婊 means bitch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一开始先做了一些比较初级的，对吧？现在又做一些好像是这种改进版的，对吧？又甚至有一些故事线，有2个固定的人物。你做这个时候的就初衷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你的这个结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种设计？这个其实就比如说为什么这样做的话，对学习者有什么作用？你觉得？因为你做这个东西肯定是想满足他们一方面的需求嘛，对不对？对，那首先我一直秉持着这一点，就是学习语言是为了交流嘛，所以我是希望给他设置出来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场景，让他能够学会我在不同的语境里面怎么用中文去交流所以我会想说那我设置不同的故事，然后或者是遇到不同的问题对，然后其次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能真的去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内容。对对对，还有我觉得多老师的就是他的这个产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多老师他去演绎这些人物的时候真的是惟妙惟肖，就是感觉特别生动，而且特别趣味。有的时候我可能看别人去表演一个人物，我会替那个人感到尴尬，但是多老师的那个我就真的就很投入，跟着他一起投入的哈哈笑啊这样的。对，多老师演的真的很好很好。那多老师我们知道你之前设计了一个比较对于零基础的学习者的材料对不对？那你这一次又设计了这个中文水平可能稍微高一点，适合稍微高一点的学生用的，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就是说为什么想设计一个水平再高一点的？你当初想要这样做的想法？因为购买我初级课程的学生，他们也有继续学习的需求，所以他们也会问我有没有更高级的课程。所以我现在设计的课程就是完全接轨于之前那个课程的。对对对，对，就他们喜欢那个可以继续学这个。所以意思是说各位现在有在看大树中文的观众们买了这个
多老师的 beginner 的课程之后啊，可以继续的往上学习啊，不会有中断的现象啊。就是把你们的钱拿出来的话，可以一起买，要先从 beginner 开始买。有吗？一起买有折扣吗？对，一起买有折扣。OK， 那多老师，我想问一下，所以你这套教材的这个完成率就已经做完了吗？还是还在制作中？没有，还在做，还在拼命做，还在拼命赶工。那这个预计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完？因为如果学生想要购买的话，他是不是可以知道一个时间？预计是4月中旬的时候会上线。对，那也蛮快的耶。那多老师，我也蛮好奇的哦。像你这样子去做一个短视频，服装、道具、内容，你在做一个短视频会花多少时间？像这样的一个材料做一篇的话。这要取决于就是我里面有几个角色，然后要换什么衣服，就等等。其实换衣服倒还好，就是看里面需不需要一些镜头啊，什么特效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一个编剧加导演，还要后期剪辑什么的。对，汉语老师、编剧、导演，对，然后也要看就是不是这个内容一下子就呈现出来了。对，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突然迸发了一个灵感，然后你就感觉我想做这个，然后脑子里面就已经有现成的画面了，就是按照这个画面去做就可以。对，我感觉就是周老师不管他的 IG 频道也罢，他的推出的课程也罢，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这种情景式的东西。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和你这个教学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你觉得情景教学是不是对于中文教学有很大的益处？对，因为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语言是用来使用的嘛。那如果你不在一个场景里面使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使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场景，让人给他设定好了，让他知道，那我在这个场景下，我可以这样去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会以这个语法为中心，比如说有一个所谓的习得顺序。就是他说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语法，明天讲那个语法。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以话题为中心的，比如说我在超市，那我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些语法和生词，那就把它教给他所以有2种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也同意，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我们说我在游乐园里有很好的这个 experience， 那中文里边我们有这个经历、有经验还有体验，但是在游乐园里其实这3个都可以的，比如你坐了个过山车，你就有很好的那种很刺激的体验。但是如果就是你可能排队的时候，你要先去这个地方这个游乐项目排队，再去那个游乐项目排队，这个就是你的经验。对。那如果可能你排队的时候突然停电了5分钟，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所以都是对的。那如果我必须知道语境，才知道你到底要的是哪一个词，可能这样没错。对，因为这个有些东西通过文字讲解很困难，那如果能够通过语境来让学生知道它的细微的差异，其实是更容易吸收的。是的，同意。那这样子，多老师，你设计这套教材的话，你基本上你预计学生在多少？有没有这样想过？你这的第2套教材，大概学生去购买这个录播课程的话，他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把这个课程给结束看完？这一套的时间要相对于上一套时间长一些，因为上一套是初级课嘛，所以每一节课我基本上控制在10分钟到20分钟之间。然后这一套呢，就是我觉得是更认真的学生，更努力。怎么说更认真的有不认真的学生吗？有很多。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学法语嘛，我在多邻 go 上学，就是一个不认真的学生。我不是说多邻 go 不好我就是因为我发现我每天就只花10分钟，然后就我做几个题，然后就噔噔噔就过去了。但是对，现在我做这套课程呢，是需要他前期有一个时间去预习。他自己要去看一下生词有哪些，然后把它大概意思记住，然后上课要看大概这一节课可能半个小时以上，对，然后还要去做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很少，但是他也得做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去认真的学习的。那我就想，一共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因为可能看个人投入吧。对，可能每天投入时间。我想问一下，比如学生们可能会很好奇，
假如我把你这个课程学完了之后，我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我这个中文能应用到什么水平？如果按照就是中文这个 HSK 来算的话，它基本上是覆盖到了 HSK 3，然后按照交流的话，就是基本上可以进行跟普通人进行交流，但是不会有深刻的交流，因为有深刻交流还要继续学才行。有深刻交流要听大叔中文，对呀。对，大叔中文这个难度是可以的。OK， 了解。那多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其实也蛮多学生在问的哦，你这套课程可能会以语法结构为一个主要架构哦，你会觉得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语法是真的必须的吗？还是有的汉语老师觉得文法不一定要学，有的汉语老师觉得语法非常重要，一定要学。那你自己身为中文老师的态度是什么？对于语法学习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是，语法对于中文来说就好像是公式对于数学，它其实是有一个逻辑在那里，所以我每节课都会把这个公式列在那儿，就是所以学中文好像学数学一样，你只要把这个词套到里面去就行了。但是我不会去讲，我不会说这里是主语，这里是什么的。其实我们以前在大学上课的时候也从来都不讲语法，只是把它放在那儿。然后比如说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他需要回答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去。他不知道怎么说呀，怎么说才对呀，他就会对照着这个公式去往里套东西，然后他自己就把这句话正确的说出来了。但我觉得如果你不给他这个框架在那儿呢，他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东西，那他可能就说错了，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形式放在那里的。但是不会说这里一定要放什么宾语，为什么呢？怎么着的，这些我就不会说了。了解。对，就是先用这个语境的形式把这些关键的信息展现出来，然后你再可能再抽出来，然后用语法点做一个总结，对吧？对，基本上就属于给他一个半成品，让他自己去把它拼凑起来，然后来输出自己的内容。对，多老师，好像你的课里边也融入了一些这个中国文化在里边，对吧？就不只是这个你比如说你考虑了哪些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放在你的课程里边？一些比如说称呼现在不是叫已经不怎么叫帅哥美女了吗？叫小哥哥小姐姐啊，然后还有如果你想做菜的话，查小红书啊，就是全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东西。流行的东西，对，然后再加上什么单身狗呀，这个什么购物节呀等等，我也会介绍一下。对，现在不是还有女王节吗？女王节就是没有了，现在就是妇女节。妇女节啊，不我想说有的女生不叫妇女节，叫女王节。对，他们会叫什么女王节、仙女节、女神节，但是我是一个反对这一系列说法的。真的啊？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在怎么说呢，在抹除几百年来妇女努力工作和奋斗的这么一个成果，就是想要把他们这个作为妇女的劳动的能力给去掉，所以我是很反对这种说法的。这个了解，还蛮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可以再看一集聊聊。看那个多老师的 IG， 这个送上门来了。不是多老师有批评，不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女生的汉语老师，他们就在讲说，希望小姐恢复成本来尊称的意思，对不对？对。然后妇女节就是妇女节该有的意思，不要太加入自我意识在里面，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叫什么女神的话，就好像看不起妇女这个词，然后就觉得其实妇女很伟大的。对。了解，有意思。那这个多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还是回到你这个课程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汉语老师这个非常的内卷，非常的竞争。有在 IG 上看这个汉语老师们发短视频的人都知道，现在经营非常困难，特别疫情过后非常不容易。那多老师，你觉得我们汉语老师现在呢，如果要设计课程的话，应该要怎么来做，会比较受现在疫情后学生的欢迎？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汉语老师现在可能也找不到方向，可能要设计课程。要这个了解到疫情后学生的需求也很不容易，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看法？就是你觉得疫情后我们到底要怎么设计课程来让学生喜欢我们？对，
您说的涉及课程是指那个额外售卖的课程，还是说我们在发在 IG 上的短视频呢？我觉得都可以，对，我觉得都可以，对。如果是短视频的话，基本上就嗯是，因为我就们在一个不会短视长久频的事情平台，。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想存活，就是还要学会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些规则，就是要看哪些东西是热门的，就是有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放弃一些自我，然后就去对，放弃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对，比如说我刚才的那个视频，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但是因为它太长了，它中间有很多讲解的内容，所以它流量其实并不好。那只有就是一部分认真学习的人会去看的，会去点赞。那这一部分人肯定不占短视频平台大众嘛。所以如果想让大众看到你的话，就是要做那种很短的，有时候很无脑的东西，然后来吸引。真的。对，就是可能把讲解部分拿掉，刚才还是刚才的那个形式，对不对？就是对话都在一起。但是觉得你这种短剧应该是挺受欢迎的，而且这种比较 drama 这种状态的东西。对，但是这是我早期的视频，我早期视频里面都会加上讲解，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加讲解了，因为真的没有人看，放在描述栏了吧？100个视频都没有什么粉丝，所以现在就改变风格了。对，但是又不能完全就是走那种流量，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坚持在，所以可能就是偶尔会去随波逐流一下，然后平常还是做一些自己可能喜欢的东西。当然这种坚持有没有意义呢？我也不知道。有啦，喜欢的东西有没有就是把它这个结合到你的课程里头？因为你课程是私下自己做的嘛，和这个其实流量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有没有结合到你自己做课程里头呈现出来？对，那其实是这些是我做课程的时候是确实是按照我自己的教学思想去做的那就是我们都是比较专业的老师，都会有一个教学理念在那里，然后也会贯彻到自己的课程里面。那学生他可能有的时候看你的短视频，他就认可了你，然后他会过来购买你的课程。那我最近其实也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做一些免费的直播课。我看到理查叔是不是也在做？对，所以我一直在做呀，是我已经直播界的大哥大，都5年了。对，然后我会在这个直播课里面去给他们展示一下我教学的风格，然后最后也会就是引一下流，告诉他们我有个课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多老师，你现在直播是在 IG 上做吗？还是在？没有，是有一个另外的网站，对，我会把我的网址放在我的 story 上面，他们可以去点击注册，然后可以去看。对，是对外公开的，所以你现在还要注册才能看。是要注册的，因为其实是想要拿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哎呀，这么说是我知道了，明白了，不需要说了。I know。OK， 所以多老师，你有思考走直播来引流吗？有这样思考过吗？我最近就是也在做，但是没有很多，因为真的挺累的。为了配合时差什么的，早上有的时候要7点钟开始直播，就要6点多起来，就是挺累的。OK， 了解。这个直播的效果怎么样？就是会吸引到一些目标的用户，对。但是因为我现在做好的课程上线的就是初级课程，所以我直播的内容也是非常初级的。有关于汉字的逻辑的，然后有关于这个跟中国人怎么初步交流，比如打招呼，怎么去称呼别的人，对，然后还有在饭店你需要操作的一些事情，然后需要用到哪些语言等等，就这几个方向。现在，OK， 了解。哇，所以这个从多老师的例子就知道，现在要教汉语也蛮不容易的，真的要常常做变化。很卷，要常常做变化。我们现在做大叔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兴致勃勃的觉得这套系列一定会有人喜欢，结果发出去之后看的人很少。虽然你知道这些很少的 view 都是很忠诚的粉丝，但是你就会觉得整体的那个浏览这个不尽人意。流量很低的时候，真的发完视频都不太敢看自己的视频，不太敢看浏览数，对不对？对，不敢看点赞数，就很害怕，然后后来还要克服这个心理。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汉语老师好，比如说就是个人成长呀、心理方面这种状态的，好像有时候不是很高，对吧？流量，对。
看吧，我觉得以前我讲这种东西还挺多人看，最近可能没有，那可能不是我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社会发生的变化太快了。对，我觉得以前多老师发那个心灵成长类的或者励志类的，也蛮多人看的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中文老师其不好做，实是中文老师太多了，越来越多涌入了，太多了，流量池就这么大。你说那么多人都来分一杯羹的话，其实就很难做。其实这个东西，对，所以我们想回到这个多老师的这个教学理念去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多老师这些课程啊，设计了一个情境教学。因为你之前也说过，你是在大学里教中文教过，在美国的大学，对不对？所以你肯定有很多自己的这些经验。就是我觉得你觉得一个中文学习者以怎样的方式学习就是最有效率一些？就从你的个人的作为老师的角度而言，给一些比较忠诚的建议。我还是推荐就是问答形式，就像我现在做课程也是我问他，然后他回答。比如说他看了一篇文章或者他看了一个视频，那他可能看了以后，哎看挺好玩的，然后就过去了。但是我会问他，比如说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他需要用自己的句子把它答出来。那他答出来之后，就相当于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复述了一遍。那这样的话，他才是真的去掌握了这个事情。像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虽然没有人跟我问答，那我也会就是我听了一篇听力之后，我会自己去把这个故事讲一遍，这样才去锻炼我的英语。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开口比较重要。那是不是有一个人在你面前1对1这样开口更好呢？那肯定是更好啦。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我觉得就要创造条件让自己开口。对，像我以前也做视频说过，我会自言自语，就是来练习。然后现在有很多工具嘛，比如说 AI 之类都可以陪你练习，然后就是总比你约了一个普通话不一定很好，然后跟你时间也很难对上的老师要强。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1对1的，不是，我觉得那个录播的课程还是比较方便的。对，可以随时随地看，对。而且周老师，你自己录播的课程也会加入问答的部分，对不对？对，我里面基本上都是在问答。这问答是你的主要一个形式。因为我觉得回答问题没错。就是我的这个初中级的课程就是这个问答的形式。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学生还是以输入为主嘛，没有机会或没有条件输出，所以我觉得问答的方式是兼顾输入跟输出2个部分，所以我觉得问答方式是特别重要。就像多老师说的，就算你没有一个汉语老师在你身边，你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也是一种输入输出的方式，这也是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也看到过那种不用这种方式的老师。那我有一次去听一个课啊，就是一个别的什么私立高中的老师上课，他呢其实就是在课堂上放了一段东西，然后自己就在那哇啦哇啦的讲，然后学生听没听懂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输出反馈，总之然后就下课了。所以我当时其实不太喜欢这种教学方式。那在普林斯顿我们有那个周志平教授，他就是觉得上课老师的话一定要比学生少，这才是一个成功的课。对，那你不问他问题的话，怎么让他创造机会回答，对吧？对，没错。但我听课的时候觉得，就是像你说的那种老师还蛮多的，自己讲好多，然后学生在下面就分心啊、走神啊，然后老师也可能不太管。老师可能讲的课也没有意思嘛，学生也听不进去。对，但是上我的课的时候，他们就得绷紧了精神，因为我不一定会问谁。对。可是这样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学习本来就要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在，不能输出太少或太轻松，有点压力在会学得比较好一点。对，我觉得是有不同了，就是那样的那种老师的话，他们可能是在学校里边，他们有自己的那个教学任务和那个教学进度，所以如果老师要把每一节课设计好的话，他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设计。那一方面要完成学校规定的这个进度，他就没有办法去把那个每一节课都设计到那么完美。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有它的有它的坏处，但是呢，有我们这样的老师来提供一些更丰富的、更生动的、更有趣的，因为我们作为这个老师，我们现在不在那样的环境中去教学，我们会花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来把这个课做到完美。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批评那些老师了，但是在不同的那个场景里边，
可能大家想更有趣味性的、高效的学习的话，可能可以考虑在你的教室之外找到其他的那个学习的材料和对你来说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我是这么觉得。对，因为学校老师的确会受到学校的要求跟限制，所以他可能他的最主要的目标是把今天的课上完，赶快把今天的课上完。那如果他可能给学生大量的时间练习，他可能课就赶不完了，或许他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对，那我就觉得他首先设计这个课程大纲就是不合理的，其次他就是他的理念就不对。他如果只想说啊，我的任务是把这课上完，那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成功老师应该是我的任务是把学生教会，这才是他的目标。对，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在线的汉语老师非学校正统的正规的老师可能会更注重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的目标是把学生教会，而不是把今天这一堂课的语法教完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在线的这些汉语老师会更重视学会，而且怎么用，然后让你懂得输出，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而且还要保持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积极性啊，我们兴趣。对，是的。所以像我们大叔中文的小鲜肉也是这样，几乎都是学生在说话。我在打广告嘛，几乎都是学生在，都是在。我有一次参加了一个那个纪录片的电影节，然后我碰到了一个法国人，那我们就加了微信嘛。过2天之后呢，就跟我说：“天哪，我在我最喜欢的那个中文频道上，他们采访了你。”然后才知道他早就是你们的粉丝了。对。不止1期了，多老师都4期了。对，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认识他，然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采访，所以他就看到了我，然后就哇塞，你们居然联动了，就是你是的，是的。那这个我们刚刚大概聊了一些多老师的这个教学理念，并且呢，多老师也把它融入到他现在要制作的新教材，我们大家都很期待哦。那多老师，你对你的教材呢，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是你希望学生从你的教材中得到怎么样的进步？可不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会在不同的语境下去怎么跟人交流。对，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我还是那句话，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对，然后如果说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学会犯字，那就更好了。对，因为我是在初级的课程里面讲了汉字的一些逻辑和怎么去学习的一些小 tips。那么在初中级的课程里面就没有再去仔细的每个字去讲了。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自己的一个看自己的要求吧。然后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可以打字就可以。对，了解。我也觉得说我蛮赞成是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学习中文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先去买多老师的 beginner 的课程然后呢再循序渐进，因为是接续的嘛，对不对，多老师对，所以到时候这个比较这个进阶的水平的课程可以这样进阶学下去，而且我觉得从语境学中文是最好的有时候你在课堂上上课其实就是课本里的东西，蛮抽象的。如果你能通过语境来学一门语言，我觉得你的印象会深刻。而且呢，你也会觉得学这门语言是比较有乐趣的，不会很无聊。好 ，OK， 那太棒了。今天呢，谢谢多老师的分享，我们都很期待多老师的这个新的课程能够赶快做出来。做出来之后赶快告诉我们大叔再帮你做一个推广一下。谢谢。我们就放在这个视频下方了。对，放在视频下方。那这个茶叔等到多老师这个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出来了，就是不要说已经做出来了对，因为还有1个月呢对，好的对，然后到时候呢，这个有看大叔中文的，这多老师应该会给一个优惠了到时候可以是吗？是吗？我自作主张了。看到时候搞什么活动。对，看到时候再搞什么活动好 OK， 那今天谢谢多老师了。那也希望各位同学在学习中文的路上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而且是开心快乐的学习中文开心快乐最重要好，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跟大家说再见。谢谢多老师，拜拜。